起床了，起床了！不要晃了，这就起来。快点，今天要去你家，不能去得太晚，不然婆子要不高兴了。到了傅少铎家，他家条件没有江家那么好，住的不是楼房，是大杂院，没有独立的厕所，上厕所都要去胡同里面的公共厕所。袁生和傅少铎登记后才第一次到傅家，一进大杂院就崩溃了，没给父母和傅山一点好脸色，做好心理准备，傅山极度不待见你。系统的机械音里竟然带着点幸灾乐祸，是不待见袁深，不是我，也差不多，差很多，好吗？系统不吱声了。江庆跟在傅少铎身后进了大杂院，傅少铎走在前面带路。院子里有些乱，大家地方都不够用，只能把一些杂物堆在外面，只能将就一下。傅少铎带着歉意的解释，他领着江庆东一脚西一脚的走到了自家门前。父母站在门前，一脸喜气洋洋地望着他们。我一听声音就估计是你们，果然。他赶忙把两人让进去。婆婆好。父母整个人都愣怔住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江庆。上一次见面给他留下了非常痛苦的记忆，分明儿媳在求他要嫁给傅少铎时表现得异常乖巧，把父母给蒙蔽了。万没想到的是，儿媳竟然在刚登记后就暴露了本来面目。后来傅少铎来信说江庆变化很大，他想要补办两人的婚礼，父母还不大敢相信，以为儿子是在安慰自己，故意这么说。妈，这是给你和小山买的衣服，都是哈市百货的新款式，还有这些吃的，留着你和小山一起吃。还有，我听少铎说你天一冷就腿疼，这是给你买的羊绒保暖裤，值得特别密实，穿着可暖和了。这些得多少钱啊？你们挣工资不容易，留着多给自己花，我和小山吃的用的都有。妈，你放心吧，现在我和傅少铎一起挣工资，两个人压根就花不完。你下地劳动挣工资，可是你一个城里孩子哪儿会干农活？这钱挣得太不容易了。妈，江庆在农场表现非常好，年底还被评上厂里的先进工作者，还当选了黑省的劳模。这下父母眼睛瞪得和铜铃那么大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。黑省的劳模？是啊，黑省的劳模，我还陪他去哈市参加表彰大会，领了奖状。这次回来太匆忙，没把奖状带回来，要不你一看就清楚了。傅少铎语气里颇为自豪。天啊，小庆真是太优秀了，咱们全家脸上都有光。省劳模，省劳模，实在想不到。妈，小山什么时候回来？既然系统特意指出来傅山不待见他，那就说明是极度的不待见，这倒勾起了江庆的好奇心，想早点会会这个小姑子。小山要中午能回来，吃完午饭下午再去上班。江庆点点头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做午饭。父母高高兴兴的要去做饭。妈，我来帮你。你会做饭？他很惊讶，因为两家认亲那时候，亲家母说过，江庆是不会做饭的，从小到大没进过厨房，家务也没做过。我做的好着呢，不信你问少铎，我手艺不错。等江庆炒好菜摆上桌，让父母先尝一口时，父母才知道自己这个儿媳的手艺到底有多好。父母看着江庆，哭得眼睛红了。他不敢想象，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娇女，去了农场后是经历过什么，才学会这么多的。这孩子实在让人心疼。你快好好歇着，剩下2个菜我来炒，也让你尝尝妈的手艺。江庆见他很坚决，也就不再坚持去做饭。他才刚进去没多大会儿，屋门被推开，一个个子高挑、身材苗条的姑娘走了进来。江庆正好站在门口，那姑娘一进来就和他打了个照面。你是小山吧？傅山抬起头直视着他，面无表情，一丝笑容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会来我家？果然小姑子极度不待见他这个嫂子，原身打下的基础太差了。傅山问的直白，江庆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回答。这时候傅少铎从里面走出来，把他从尴尬的境地里解救出来。小山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干嘛？有话和你说。傅少铎明显护着江庆的举动惹到了傅山，他跟着傅少铎进了屋。你干嘛呀，哥？一回来就给我使脸子。我并不想对你这个态度，这么久没回来，我是想跟妈和你高高兴兴的聚在一起。可是你刚才什么态度？见到大嫂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还对她那个态度，你说说你自己像话吗？我怎么了？他那种人你怎么还把他带回家啊？他都把你欺负成啥样了？傅山又气又急，说清楚，他欺负什么了？之前他来咱们家嫌弃这嫌弃那的，咱妈当时啥脸色你没看到吗？那是以前的事，现在江庆改变了，不要因为一件事就完全否定他。哥，不是他变了，我看是你变了。我听说他到了农场各种做，闹得你不得安生。本来你有调去哈市的机会，生生被他给做没了。哥，你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毁你前途，你还护着他。傅山越说越激动，傅少铎静静地等着他说完。你怎么知道我本来要被调去哈市？他话一出口，刚刚还激动的傅山猛地怔住了。是周东阳告诉你的吧？你给他写信了？见自己做的事全都被猜中，傅山也没什么好继续隐瞒的。是啊，我给东阳哥写信了。想知道我在农场的情况，为什么要问他，而不直接问我？问你什么呀？你身边有那么个货在，我才不要给你写信。傅山，那是你嫂子，说话尊重些。傅山眼睛红了。哥，你居然为了他凶我。傅少铎长叹口气。小山，你对江庆成见太深，
现在的江庆已经不是过去你见过的那个他如今很好很好，我希望你能重新认识他。我偏不，我就是讨厌他。傅山大声嚷了一句后跑了出去。小山，傅少铎在后面喊了句，然而他就当没听到，旋风般的跑走了。外屋里，傅山冲出来，径直奔到他面前。我讨厌你，你滚出我家！傅山指着江庆的鼻子大吼。都说婆子难搞，不好相处，其实最难搞的还是小姑子，他的小姑子非常的讨厌他。我讨厌你，你滚出我家！你凭什么让我走？我是你大嫂，是傅少铎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这里才不是你家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滚！傅少铎快步走过来，站在了江庆身边。小山，谁准你和大嫂这么说话的？和你大嫂道歉。傅山低下头，谁也不看，做出不肯道歉的模样。小山，道歉。傅少铎的声音强硬起来，带了丝怒意。傅山再抬起头，满脸泪水。我就不道歉，我就是讨厌她。孟非姐才应该是我大嫂，你不配。哎，孟非姐。江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3个字上。系统，傅山口中的孟非姐是谁？原书剧情中并无孟非姐这个人，这个人物是在你改变原有剧情下产生的新角色。丁孟非和傅家是邻居，跟傅少铎青梅竹马长大。青梅竹马？是的呢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学校，2个人一起长大，多么美好的感情。丁孟非对傅少铎什么心思我不清楚，但我敢肯定，傅少铎对他没意思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交代过我的剧情，自己忘了？前世傅少铎和原生离婚后，可是再没有结过婚的。他要是对丁孟非有好感，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。系统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感觉那么健忘呢？好吧，事实是丁孟非喜欢傅少铎，傅少铎不怎么理会他，2人是邻居，走得也不近。还好是自己想的那样。唉，江庆缓缓吐出一口气，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。在他从系统那里打探情报的时候，傅家3个人在门外说话。江庆朝外看了看，就坐在了饭桌旁。江庆消化着刚才从系统那里得来的信息。丁孟非直觉告诉江庆，这女人应该不简单。丁孟非在京市第3纺织厂上班，傅山和3嫂魏彤也都在那里上班。傅山肯定认识丁孟非，那么魏彤呢？事情好像突然复杂了起来。江庆想得很投入，都没察觉傅少铎什么时候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哼，在想情敌呢。傅山呢？江庆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替小山说过的那些话道歉，他今天确实太过分了。没事，小山毕竟是妹妹，我不生气。其实心里挺生气的，不过他不想傅少铎有负担，看着他难受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行了，开心点。傅少铎转头看着他，笑了笑，手指捏了捏江庆的脸颊。刚好父母从屋外进来，2人匆忙分开。赶紧开始吃饭吧。小山呢？小山那孩子被我惯得太任性了，不用管他，咱们自己吃。对了，江庆，刚才小山说了什么？我替他道歉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他心直口快，脾气有点暴躁，其实人不坏。他没想到父母也会来替傅山道歉，自己这个婆婆看起来是很通情达理的人。妈，我没放在心上。小山他对我有误会，来日方长，以后他会接受我的。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机会把小姑子调教乖顺。见他这么说话，父母心里很是安慰。父母边吃饭边偷眼看小2口，见他们感情这么好，一直悬着心终于放下了。等吃完饭，江庆、傅少铎和父母一起商量婚礼的事。我想在家里办，到时候我自己下厨。和他想的一样，父母一开始也持反对态度，后来江庆各种晓之以理，加上傅少铎表示江庆厨艺能胜任，最后父母才答应下来。春节前买啥都很紧张，春节后又啥都买不到，我看还是应该节前去买，能买到啥算啥。妈，不用担心，我有门路能买到食材，这些都交给我去办。那就辛苦你了，小庆。父母跟着傅少铎一起喊他小庆，明显是接受了他。后面父母又拿出钱和工业券，让傅少铎带着你去买块表吧。江庆空间里还真没手表，有手表看时间方便多了，于是他笑着接过工业券。谢谢妈，原来买手表还要用这种券，等回家跟詹玉敏要一些，我也想给傅少铎买块表，这样我们就能戴情侣表了。江庆想想就美。父母握着江庆的手，视线从江庆移到傅少铎，又移了回来。对了，你们也做好打算，早点要孩子，趁我现在身子骨还可以，能帮着你们带。没想到他要说的是这个，江庆一下子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妈，农活那边工作特别累，我们打算再等等。你们岁数也不小了，还是早点考虑好。你们只管生下来妈给带。父母把话说到这份上，可见他的确是惦记着早点抱孙子了。妈，再说吧，我们还是以工作为重。江庆今年当选了农场的先进工作者，又被评为省劳模，现在正是他发展事业的时候，生孩子的事等等再说。啥？省劳模？父母一脸震惊。是啊，黑省劳模，我们农场唯一的一个。江庆现在特别优秀，各方面的优秀，
见傅少铎还要继续往下说，江庆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，示意他可以了，说的他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父母视线移到江庆身上，左看右看，乐呵的不行。真没想到当初的娇娇女，如今成了省劳模。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但儿子是个稳重的人，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随便乱说，肯定是真的。父母激动极了，本来觉得他们过不了多久就得离婚，哪想到现在小两口看着蜜里调油似的，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吃完晚饭，父母把傅少铎的房间给收拾了出来，让小两口住。傅少铎那屋的床并不宽，两人躺下后身体几乎挨在一起。江庆能感觉到从傅少铎那边传过来的热度。明天咱们去百货买手表吧。他必须要找个话题转移注意力，免得自己心思不定。好，咱们明天去，还要去买其他结婚用的东西。明天一早我先去找个朋友，之前写信让他帮我借30试尺的布票。那么多布票，咱们用得完吗？用得完，咱们2个需要买结婚穿的衣服，还要买新被罩、新床单，等回农场时带回去，把家里布置一下。好。他没想到傅少铎考虑的这么周到，连农场那边的房子都想到了。穿到这个年代来之前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拥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简直符合他曾经所有的幻想。江庆看了他一会儿，直接凑了上去吻住了他的嘴唇。